耐唔耐都會聽到有人問，究竟買新盤好唔好呢？其中一個吸引之處咧，就係已經配備咗基本裝修、一啲家電同埋固定家私，咁就好似係櫥櫃、洗面盆櫃，甚至係衣櫃等等，咁唔使點大執啦，只要買翻啲自己需要用嘅家私同埋家品，就已經可以即時入住噶啦。不過通常呢啲設計同埋用色咧都冇咩特別㗎，比較千篇一律。咁想有啲個人特色，又唔想全拆嘥錢兼浪費嘅話，其實都有辦法。今集我哋就嚟到喺舊年第4季交樓嘅長沙灣曉柏峰，參觀一個300幾尺嘅兩房設計單位。睇下設計師點樣喺保留原裝設計之下，為單位注入獨特嘅法式浪漫個性。入屋之前，我哋先睇下呢個屋苑同埋附近嘅環境。曉柏峰由恆地發展，位於西洋菜北街。發展商就標示佢屬於長沙灣區域。但如果上網 search 嘅話咧，會發現部分地產中介平台或者媒體就寫佢位於深水埗區。之所以有呢一個分別，係因為官方嘅分區同我哋平日習慣嘅認知唔同。根據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新盤嘅區域定義係必須按照住城市規劃條例而備嘅分區計劃大綱圖或者發展審批地區圖嚟去釐定。睇翻呢一帶啦，主要劃分石硤尾同埋長沙灣兩個分區，喺規劃上邊係冇獨立嘅深水埗分區㗎。曉柏峰就坐落喺長沙灣分區計劃大綱圖嘅範圍入邊，所以正規嚟講，佢係屬於長沙灣嘅樓盤。但係坊間可能為咗方便大眾理解，就直接將佢定位為深水埗嘅樓盤。不過無論係邊一區，樓盤嘅實際位置、居住環境，以至係交通配套先係最重要㗎。睇翻曉柏峰啦，其實係縮咗入去內街嘅，遠離車來車往嘅大埔道，背靠由名主教山嘅窩仔山，加上喺對面嘅地鋪啦，都係以一啲舊式車房啊、貿易公司為主啦，所以就算係位處市區啦，見到呢度其實都係幾靜下㗎。但係講到買嘢食嘢都唔會話唔方便，經黃竹街行返出去大埔道同埋其他嘅街，就會有唔少食肆、小店同埋民生鋪頭選擇。至於出入方面，附近都有多條嘅巴士同埋小巴路線往返區內同埋港九新界。如果想搭港鐵嘅話，就要行遠啲啦。雖然曉柏峰位處石硤尾站、太子站同埋深水埗站之間，但係根據 Google Map 顯示啦，3個站同屋苑都係相距大概8至到10分鐘嘅步程，而且沿路都唔係全程有瓦遮頭，要好天曬落雨淋。曉柏峰由2座組成，合共提供492伙，都係一啲細戶型嚟㗎。實用面積就由162尺至到616尺不等。當中標準樓層就由185尺嘅開放式戶起步，去到劃一499尺嘅3房圖單位。一房戶係主打戶型，其次係兩房，再細分純兩房同埋兩房連衣帽間兩款嘅間隔。今次我哋睇嘅設計單位就屬於純兩房，實用面積365尺。所有標準單位嘅廚房都係採用開放式嘅設計。單位整體都算係幾市正㗎。雖然就設有眼鏡房，但係開則就唔係典型嘅5門歸心格局，所以家私擺位都唔算話好難。不過2間房就細啲啦，只有40幾尺，但係始終係新樓，女戶主都唔想有太大嘅改動，加上又係自己人住啦，變相就有更加大嘅彈性規劃空間佈局。所以新設計嘅重點就係將女戶主中意嘅元素，例如木皮、焗漆、火爐同埋復古燈飾等等，同發展商附送嘅裝修配置完美咁融合埋一齊。佢想要法式啲，佢想有營造優雅嘅感覺，咁但係概念就比較含糊。佢想要生活啲嘅，即係佢覺得係一個居住嘅地方，咁佢覺得顏色有少少要 contrast 啦，跟住有少花線，但係又唔要太沉重。佢覺得又唔使去到博物館咁犀利嘅沉重嘅感覺嘅。就咁聽啦，女戶主似乎係想要古典法式嘅味道，但又能夠同時兼顧到現代生活嘅輕盈感。不過講到底，第一關都係要先 match 到原有嘅顏色同埋設計，始終一入屋就已經見得到。同大部分嘅新盤一樣啦，呢度一入到嚟就已經有一條玄關走廊。不過喺我嘅右手邊咧，已經係一字形嘅開放式廚房噶啦。仲要咧連埋鞋櫃度。咁喺邊咧？都比較特別噶。係喺呢一個雪櫃嘅下邊。我初頭仲以為係冰箱嚟嘅，但係原來係放鞋嘅位置。
咁呢度成組嘅櫃同埋家電啦，都係交樓標準嚟嘅。咁連埋呢邊嘅牆紙啦，咁成條玄關啦，咁都係保留翻原裝設計嘅。好彩發展商選用咗淺灰藍色作為單位嘅主色調，同輕發式設計入邊常見嘅莫蘭迪色係相襯，咁所以整體感覺啦都唔會話同屋主想要嘅風格偏離得太遠。再加翻2盞復古嘅黑色壁燈同埋吊燈，咁簡簡單單就已經可以營造到法式氛圍。平時繼續向前行咧，就會係客飯廳嘅位置啦。不過而家咧，呢度就會係一個浴室，咁要轉過嚟咧，先會係進入主題嘅空間。咁所以見到呢個連埋開放式廚房嘅空間係非常之闊落㗎，有充足位置擺換鞋凳、畫作同埋盆栽之餘啦，仲可以喺入廳區之前加翻到雙開嘅拱形玻璃趟門，咁創造出猶如大宅一樣嘅獨立玄關區。而黑色嘅門框配搭金色嘅把手，就更進一步增添咗呢度嘅法式感。雖然就加設咗一道唔細嘅門，但係身處喺開放式廚房入邊都唔會話覺得好壓迫啊。除咗本身嘅開則優勢之外，亦都同 Licky 運用咗長虹玻璃有關，自帶透光唔透影模糊化嘅效果，有效延伸廳區嘅視覺空間感，反而令到單位感覺大咗啊。Licky 呢個單位就唔係好大啦，點解會喺呢度做多道趟門嘅？因為戶主咧入嚟嗰陣就見到有開放式廚房，但係坐喺個廳嘅時候又唔想直接望到個廚房喎，所以我哋做咗個間斷俾佢。咁另外呢個間斷亦都好有用嘅，因為佢有養小動物嘅習慣，咁就平時出門口嗰陣閂頓趟門，等佢翻屋企嗰陣啲小狗唔會咁開心即刻衝咗出去，同埋佢自己有一個網購拆嘢嘅習慣，就對趟咗隻門，令到啲塵埃唔會出入屋咯。我覺得仲有一個好處㗎，就係可以將原裝嘅廚廁同客飯廳分隔，咁廳區嘅設計同埋用色就唔使受到限制，可以做出更加符合女戶主心目中嘅安樂窩。咁所以嚟到客飯廳已經再冇見到淺灰藍色，而係靠飯廳嘅黑框圓拱指示櫃同埋復古吊燈嚟去呼應。不過整體都未係好見到屋主同樣想要嘅古典法式元素㗎，好似花線咁，都係以比較簡潔利落嘅線條嚟去呈現，冇複雜嘅雕花圖案，都同客飯廳只有約莫100尺，闊度唔夠2.3米有關。空間唔大，家品選擇自然以小巧為主，但係啲櫃就冇得做咁細啦，始終要用嚟儲物，所以 Licky 就以上輕下重嘅概念嚟去攞返個平衡。好似飯廳嘅嗰一組櫃，上半部分就做成展示功能，背板配上淡雅嘅花紋牆紙，唔單止減輕咗多道櫃門帶嚟嘅壓迫感，仲為廳區增添多一個嘅視覺焦點，望落都冇咁單調同沉悶啊。其實呢一組櫃仲一直延伸去到客廳，不過嚟到呢一邊嘅時候就明顯變薄咗啦，拉闊翻同長凳之間嘅距離。而呢度最特別嘅係裝咗一個電子壁爐，係咪即刻多咗幾分歐式公寓嘅氣息啦？火爐咧係戶主嘅個人喜好嚟嘅，真係好少屋會有火爐，又或者有火爐嘅話都可能係大宅。但係童年嘅願望就係想你成長之後實現啊嘛，咁所以佢就一定要有個火爐。火爐咧，我哋盡量令到佢出嚟個火嘅感覺象徵度高啲，同埋佢又想有少少古堡嘅感覺，但係啱啱講過啦，佢都中意 modern 啲噶嘛，又唔想 tradition 得咁恐怖。咁你會見到佢係一層層漸進，嗰個形狀係簡約啲去營造佢出嚟，就唔使沉重得好交關，又唔使加啲假石落去，咁就營造成個效果都係輕身嘅法式咯。其實除咗電子壁爐之外，屋主仲捨棄埋電視機。因為佢覺得明白時事、明白個世界運作，其實聽收音機會唔會係另外一種娛樂呢？佢寧願屋企營造咗一個 sitting area， 一個寧靜嘅空間，等佢慢慢享受喺呢度生活咯。雖然佢唔係太需要電視機，一個實體嘅電視機，咁總會有啲個人娛樂，可能睇下電影啊、睇下 MV 啊，都留咗個位嘅。你會見到我哋牆身有 panel 已經留定插數，未來有個 projector， 當佢個 screen 落翻去嗰個花線牆嗰度，就會多個元素啦。難怪呢一邊上半部分嘅設計都相對簡單啲啊！原來係當埋投影幕咁用，要令細空間唔壓抑，櫃體嘅造型固然重要，但係用色亦都唔能夠忽視噶。深顏色會增加厚重感，所以呢度亦都偏向淺色調。Licky 就運用低飽和度嘅奶油白，配搭深胡桃木色，再融入原裝房門同埋地磚嘅淺木色，嚟去營造出大層次得嚟又優雅唔張揚嘅輕法式氛圍。
好多時為咗啲櫃襟用啲，設計師都會建議選用膠板等耐用性比較高嘅板材。以今時今日嘅技術嚟講啦，望落都可以同真嘅差唔多㗎。不過屋主就堅持用經典法式必備嘅焗漆板同埋真木皮，希望就算成個設計簡約咗，都能夠滲透出細膩嘅質感。木皮我哋不斷用佢，佢有少少嘅損耗，但係佢嘅損耗變咗年月感，令你覺得佢越望越靚咯。咁當然佢另外嘅唔好就係你要悉心打理佢啦。焗漆咧，佢係曬得多，可能有些許變色同埋容易裂，咁所以我哋可能長期恆溫呢一個單位，但係個業主係覺得我就係要營造呢個效果，我越住越有韻味嘅，咁呢個真係好符合佢個人要求。單位就係向西北㗎，咁去到晏晝嘅時候咧，陽光就係非常之充足嘅。咁啱啱都有講到啦，咁其實喺客飯廳咧就用咗唔少嘅木皮啦，同埋焗漆，就好似呢度咁啦。咁但係如果咧長時間受到陽光嘅照射咧，係有機會會出現耗損嘅。不過好彩啊，咁呢度嘅客廳咧就外接咗一個38尺嘅大露台啦，咁就可以擋一擋。咁呢度望出去咧就係以市景為主啦，咁因為前面嘅樓咧都係比較矮啊，所以感覺上面咧都係幾開揚噶，咁仲可以咧遠眺到咧少少嘅海景。本身單位嘅露台門都幾高下噶，咁就算喺室內都可以以最大化欣賞到呢一個景，咁仲可以同時達至延伸空間、放大視覺嘅效果。咁事實上，雖然單位面積細，但係樓底都幾高㗎。層與層之間最高嘅位置係有成3.5米，即係超過11尺。不過 Nicky 反而覺得太高啊，屋主未必能夠充分享受到呢一份嘅空間感。Nicky 啊，呢度咧樓底就好高啦，咁但係我見到咧你又會做翻個假天花咧壓低翻少少啊，點解咧？我哋好得意嘅，其實我哋通常望嘢個視點咧，有陣時去到3米幾高，反而啲 proportion 會拉到歪晒。我哋反而做翻個間斷，將個焦距擺翻喺至中嗰度，會望落去成件事精神啲同埋集中啲。但我記得喺上面都會加咗啲 details 喎。係啊，因為佢想有法式嘅感覺咧，所以我哋就會加翻啲花線效果落去做點綴咯。咁但係花線好容易令到件事有啲老土噶嘛，咁我哋盡量揀翻啲個樣更加接乎於呢家時代感嘅花線樣。我見到你都仲加咗啲神燈。係啊，有陣時要補翻啲光源，同埋你垂直 LED 滲光，感覺上係年輕化啲，唔可以落翻射燈，如果唔係又老土咗噶啦。所以呢間要做到好小心啲嘅。但係我見到其實佢同嗰個中間呢個吊燈其實個距離都好近，點樣可以令到佢個感覺平衡一啲咧？你會見到我哋嗰個吊燈咧同間屋咧個顏色係相近，同埋佢唔係金閃閃嘅，所以令到件事好似燈又係一個 elements， 花線又係一個 elements， 令到佢冇對沖嘅感覺嘅時候咧，你會望得順眼啲。廳區就已經花咗咁多心思，啲房又點啦？由於要保留翻原有間隔，所以 Nicky 就將只有大概43尺嘅細房規劃成有3邊櫃嘅衣帽間。不過始終空間唔大啊，所以部分櫃門都要做成玻璃設計。當然亦都可以用嚟展示埋手袋同埋飾品啦。雖然屋主對材質有一定追求，但係嚟到呢個成日用嘅位置，加上冇露台嚟做緩衝，佢都係會揀翻用膠板。當然其他法式元素都仍然保留翻落嚟。嚟到主人房啦，咁呢間房其實咧就唔夠50尺嘅，咁不過因為咧啱啱喺隔離嗰間房啦已經做咗衣帽間啦，咁所以嚟到呢度咧就唔需要再做衣櫃，咁只係咧做一啲簡單嘅梳妝台啦、層板啦，咁同埋上面少少嘅收納櫃，咁變相咧令到成個空間咧感覺就會闊落啲啦。咁呢間房最大嘅賣點咧就係會有曲斜型嘅落地窗啦，咁所以見到咧係非常之光猛噶。不過始終咧都係位處市區啦，附近咧都會有一定嘅樓景啦，而且距離咧都係幾近下噶。咁所以 Nicky 咧喺設計呢間房嘅時候咧，都專登咧將個 partition 做高啲啊。咁屋主咧坐喺呢一度咧去做梳妝啊，或者可能係睇下書嘅時候咧，咁都會保持翻啲私隱。嚟到呢一度，單位就已經睇完啦。今次就屬於保留原裝設計嘅輕裝修，總共用咗大概276000蚊。咁當中花費最多嘅係訂造家私，佔咗近24萬。喺舊年10月陸續交樓嘅曉柏峰，其實早喺2023年11月已經開售。當時首批100伙，折實平均尺價係17600幾蚊。雖然開價已經比起同區對上一個新盤低啊，但係受到當時市況同埋其他新盤低價競爭等嘅因素影響，首日只係沽出咗11伙。
其後發展商都有增加過折扣優惠等嚟去吸客㗎。隨住市況逐步復甦，曉柏風而家已經全盤售罄。睇翻嚟28 House，佢近期嘅二手平均尺價就介乎喺16,000幾至到去2萬幾蚊。目前屋苑有20幾個嘅放盤，叫價由185尺開放式嘅358萬起步，去到400幾尺大兩房嘅850萬不等。至於租賃方面，成交都叫幾活躍㗎，最近90日就錄得30幾宗嘅成交。而家屋苑有10幾個嘅租盤，叫租就由13,500蚊至到21,800蚊不等。呢個單位咧，其實400尺都冇㗎，咁但係就算加入咗唔少嘅法式元素啦，有唔同嘅層次啦，都唔會話令到個單位個感覺好局促啊。咁我覺得除咗最主要就係嗰個設計上嘅配搭之外啦，咁其實本身咧呢個單位嗰個原則咧都有一定嘅優勢。咁另一方面咧，我都好欣賞啦屋主嗰個追求嘅，咁佢就冇好似一般嗰個室內設計咁，而係好大膽咁樣啦，放入啲咧壁爐等等嘅元素入嚟嘅，咁就真真正正咧係做到一種咧屬於自己屋企嘅一種感覺咯。咁唔知道大家係咪咁樣諗咧？都喺下邊留言話俾你知㗎，咁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最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